接下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以伊，难道又要开战了吗？这回以色列联手川普，会不会以色列先来做开火呢？中国大陆帮助伊朗，则是另外一方面传出年产能达到了3000枚的飞弹，让以色列非常的紧张，担心自己的铁穹末日来临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的来做关心。这是来自于美国媒体特别做的最新披露，他们说了，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正在准备，接下来要跟川普讨论了是否再度的对伊朗来开火。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以色列掌握到的情资说，伊朗的弹道飞弹年产量啊，可能一口气攀升到3000枚左右。这一回可以说是吓坏了以色列。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大家还记得吗？在节目上我们聊过，在今年的6月份的时候，当时不是发生了这一场以伊12日战争吗？被称为是矛与盾的对决。伊朗当时发动了这一场饱和的攻击，出动它的包括了飞弹跟无人机，打爆了以色列的铁穹。现在以色列担心了，如果它真的能够做到年产能达到3000枚的这个弹道飞弹的话，是否就像是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铁穹可能再度的被打爆？所以以色列这一回他就想说，那干脆我先动手吧。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以色列他说的，伊朗可以年产量3000枚的飞弹是真实军情，还是一种可以对他做这种军事动作扑火的政治借口呢？如果他真的是如媒体报道可以达到3000枚的话，产量，那是否以色列还守得住吗？委员怎么看？上次以色列跟伊朗不是发生一个武力冲突，然后伊朗啊发射多少导弹攻击以色列？591枚。就如果他现在有3000枚，对，你说以色列一定是坐立难安。对，那对这两个国家的矛盾实在是很值得探讨。怎么说呢？在巴勒维王朝时代，就是在1970几年，这个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的之前，中东地区两个最好的国家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尽管以色列打了什么6次中东战争啦，伊朗都没有参加，而且伊朗还支持以色列，他们好得不得了，那什么时候翻脸成仇啦？是伊斯兰革命。伊斯兰革命啊，这个对于他们这些新的伊斯兰教掌权的人建立一个宗教国家，他们认为以色列是美国的代理人，就是为了要来消灭伊斯兰国家。那在以前，伊朗的认知是，我是伊朗人，我不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他跟以色列怎么打跟我无关，而且他们还认为我们是伊斯兰人跟伊斯兰教跟以色列犹太教我们同源，所以有这么一个认知，它基本上平和。自从革命以后就不一样，那伊朗就支持了很多的阿拉伯人起来对抗以色列，那这个跟以色列仇就越结越大。那有一段时间，伊朗企图发展核子武器，所以搞了核电厂，以色列要去炸它的核电厂，那仇恨越结就越深，越结越深。可是，在巴勒维时代巴勒维伊朗的军队国防军是以色列帮忙训练出来的。所以现在伊朗的伊斯兰政权对伊朗的国防军是很不放心的。他现在的导弹全部是革命卫队在控制的，跟伊朗国防军是没有关系的。包括无人机，包括导弹都是。但偏偏这个革命卫队又是全世界最大的贪腐集团。然后所以形成一种很特殊的经济啊、政治啊、武力啊的一个软体。现在它号称有3000枚，有没有那么多我不晓得。那但是它恢复到500枚以上没有问题没有。那对伊朗的生产能力以色列就可能会采取行动，然后采取行动一定要美国同意美国会不会同意当然会同意对如果你有能力把它铲除美国为什么不同意呢？搞不好美国还帮你守提供适当的炸弹等等。所以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这个以伊战争这个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它就像一个永远治不好的香港脚就偶尔打一下，偶尔抓一下，偶尔抓一下。那你说会不会爆发大型战争？又不会。所以都是空战。那所以以色列要准备被伊朗的导弹揍一顿伊朗也要准备被以色列的空军揍一顿。因为空军携带的炸弹毕竟是比你导弹还要厉害。为什么？因为它爆炸量比较大。那你的导弹呢，因为打太远了，所以你的爆炸量是有限的
所以你要靠很多导弹才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可是你没有防空能力，等到以色列的空军来啊，载那个炸弹又便宜，随便他丢，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啦啊！而且中国、俄罗斯也帮不上伊朗的忙啊！伊朗内部又是一个很投机的，以前中国帮他忙还被他咬一口，什么事都发生过了，所以他只能是自力救济吧。好，以一战事现在看起来仍然是一触即发。那这当中除了这个以色列担心的部分，就是它飞弹的发展，他们还怀疑是不是背后有人在协助伊朗，那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现在把矛头指向中国大陆。他说呢，这个中国大陆协助伊朗造这个飞弹之外，还有提供卖给他武器。第一个有2个证据，美国的媒体说的。第一个，美国说呢，他的11月份美军的特战小组当时在印度洋的时候，直接登上了一艘是中国大陆的船舶，扣押了军民两用的关键物资，所以他们就是要打死伊朗的军火重建。第二件事情是9月底的时候，美国国会爆料，中国多次的向伊朗运送它的飞弹推进剂关键原料，这个叫做高氯酸钠。好，这个是在飞弹上面协助伊朗。另一方面，他们也说呢，这个中国大陆还有卖跟这个伊朗呢协助他武器的部件，包括给他红旗9B 的防空系统，还有歼10C 跟歼20等的装备都有可能会给伊朗。那主要就是用石油来做交换。杨老师又怎么看？全世界现在只有美国在制裁伊朗啊，别的国家没有在制裁伊朗啊。因为伊朗自从在奥巴马时期跟西方包含俄罗斯、中国大陆签署了核协定之后呢，其实所有的国家都解除对它的制裁了。后来川普一上来之后，又退出这个核协定，可是欧盟、中国都没有退出啊。那但是川普一的时候呢，就针对他们自己的国内法常备管辖，说华为的孟晚舟在香港的企业有跟伊朗做生意，中间有夹有美国技术的这些零组件卖给伊朗，也因此呢，就要求加拿大软禁他1000多天。这个是你美国在制裁伊朗，你美国去打伊朗的所谓的核设施，也没有明确的这个证据。然后美国的政府的情报单位自己显示，其实根本没什么效果。也就是说，伊朗的核计划现在虽然近期有受到 IAEA 就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一些指控，可是并没有明确的证据指出它在发展核武器。它最多其实是在浓缩铀的层面，而且是在这过程当中很清楚嘛。那是因为跟以色列跟美国之间的这种战争，然后呢飞弹整个过程当中它的一种自保一种战略。那但是很明确，它目前没有核武器，没有别的国家，也没有联合国下令制裁伊朗。为什么我们不能跟伊朗做生意？当然，你说军民两用的东西，这里面是要管制，但是它这个所谓的高氯酸钠，它是做火药，那但是也可以做飞弹。这些层面，你美国要去拦阻，依照你自己美国的法律，你就牵扯到就是你跟这些，比如说跟中国大陆在这个问题上就产生冲突。但中国大陆它也没有内部的法律可以去禁止中国大陆自己的民间企业去接伊朗的这个商业的订单呢？那只要通过它大陆出口的军民管制的这些措施，那都是合法的。所以美国自己常备管辖在做这个东西，然后呢拿这个东西来去指控别的国家，好像在帮助邪恶轴心。其实只有美国自己啊，在联合国通过一个决议，大会通过一个决议，153个国家支持，6个国家放弃，包含以色列。什么决议？要求要保护在加沙地区的联合国的救难人员，就只有美国反对。是美国站在全世界在加沙问题上的另外一边呢，是美国在帮助以色列去轰炸伊朗。如果从这个角度，美国自己违反就是联合国的宪章，用武力攻击别的国家耶，你没有办法证明他有核武，那现在别的国家跟他做正常的贸易关系，你来去阻止，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在舆论上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美国当然可以说了，伊朗想要去发展核武，所以呢，别的国家你现在有点在帮助他。你透过民间，那因此我要拦阻你，可以啊，你就这么做。但是呢，你就变成是跟别的国家站在对立面，因为到目前为止，
没有证明他有发展核武，而且事实上他也没有核武。对。那别的国家到现在为止，包含联合国，也都说他没有。对。所以我觉得，连美国真的是在自圆其说他自己的常备管辖。确实哦，所以现在伊朗在美国跟以色列的这个威胁之下，它持续的加强它的空防，补齐它的战力。那刚刚提到了嘛，除了跟中国大陆买它的红旗9B 之外，另外2个还是在评估当中的，就是它的歼10C 跟歼20了。这一整套我们刚刚提到的3款武器，过去更是在这个印巴空战中击败过这个法国的标风战机。所以如果伊朗真的能够完成这些武器相关的部署，当然也要看中国大陆愿不愿意买啦。那以色列还会有优势吗？吕舰长又怎么看？当我们每一次都用显微镜甚至电子显微镜在看伊朗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以色列呢？我们都用望远镜啊，也就是看不清楚也没什么关系。每一次出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不是都是当中东已经获得一定的和平，以色列应该要恢复到正常内阁要重新改选的时候，纳坦雅胡这时候就来了。但是呢，我相信现在对于川普来讲，他一定是很困扰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看到他刚刚发布的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时候，他特别有讲到中东这一个部分了。其实中东的部分，他们是要撮合那个大家来扩大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协议，并不是要进行打仗。那如果说我们讲到要进行飞弹攻击的话，刚刚那个蔡正元老师告诉我们591颗啊，大家认为591颗是长什么样的？就是类似这个样子。这个是从约旦河西岸哇。